嗨，大家好，我已经来到了盘龙天地啊，其实是一个古镇的改建项目。这个呢就是盘龙天地的牌坊啊，前面呢有一个庙，叫盘龙庵，想必呢应该是一个尼姑庙吧。我现在呢就在盘龙天地啊这个翻新的古镇的门前，这边有个牌坊，边上呢就是松泽高架。这边呢是5月1号啊，刚刚新开的一个商业天地，边上呢有这么一个庙啊。一个小小的大殿啊，供奉着弥勒佛。这边呢也有一些香火。这个呢就是庙门了啊。建筑面积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呢也有3进的院落吧。一看就是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。中国民间的信仰啊，只要生活好过了呢，一定就会重新兴旺起来。从这个庙边上这条小路呢，可以走进到盘龙古镇里面去了。其实应该叫盘龙天地才对，有很多的新建的仿古建筑组成的建筑群。这就是我刚刚进到里面去过的盘龙庵。这个是一个盘龙天地的导览图啊，看来面积还不小，分为南区和北区，中间呢有一条河啊。这条小路呢就叫安后巷。好，我们走到小镇里面去看一看。这是汤佛。拿石头挤进上，然后弄好，搿没是费用。其实就是一条仿古的商业街，开了很多的时尚的小店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给老百姓又多了一处可以逛逛街、发一些尸骨幽情的地方了啊。我看到很多本地的市民啊，都踊跃的到这边来参观。到了这边呢，可能就是个盘龙天地啊，分南北的分界线了啊，一条可以走车的街道。仿古的商业街道啊。定位不准的。
继续在这条小街的中心道路上走走。这边还有一条内街啊，非常热闹啊。连狗狗都来凑热闹。有点逛上海新天地的感觉啊。其实据说修建这座盘龙古镇的发展商呢，就是当年发展上海黄陂南路新天地的那家公司，但是呢这一回呢跟更多的乡土气息结合在一块啊。这边有些餐馆已经开了，你看多热闹，座无虚席啊。这里中西餐都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呢在盘龙中心里面啊，一座仿古的古镇模样的商业中心。刚刚呢，我是手推着我的单车，一手呢拿着我的相机啊拍摄，就感觉非常的别扭，所以我还是换回了挂在胸前的 GoPro 相机，一边走一走，一边呢就随便拍一拍。请您用餐了。没想到这里每一家店都非常的火爆，即便像这样一个面包店，也那么的有人排队啊。上海人确实愿意凑热闹。然后131，但幸好呢，今天还算不错。这个商业中心呢，没有阻拦你推车进到里面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推着车在这边稍稍的闲逛一下啊。这边有一条小河啊，可以坐在小河边休息一下。这条小街叫滨水市街。新建的仿古小桥啊，对面还有喷泉，非常漂亮的感觉吧。这边还有一个小游船，摇着摇着就过来了啊，跟我们去到任何古镇的形式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种江南风格的房子啊，小桥流水。只不过呢，这些房子呢，应该无一例外啊，全部都是仿古的建筑，其实就是商业街啊。每一家店都爆满。我记得是4月20几号的时候啊，听说这边要开了，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啊，开车来过一回。当时呢还没有试营业啊，所以呢没有什么人。但是呢那次我就匆匆逛了一下啊，因为还要去别的地方。你看今天呢这个楼上都开了，可以通过这些手扶电梯呢去到上面一层的商业这些店铺。
河边呢，还是贴心的放了不少凳子啊，大家可以依河而坐，看看河景，享受一下生活的闲适的时光。又是一家西餐馆。你好吗？还有一家日式的餐馆。妈不是福建做茶的吗？喂，小芬，我的对笼是什么？现在我推的车上了一座桥啊，看看两边的河景，还是非常的优美的风景啊。喂，小芬。喂。这边人少一些。中式的这种屋顶啊，但是那些店铺的装潢呢，还是非常的西式。看了人真不少啊，都组团到这边来旅游了。到了这边呢，就和一个叫盘龙天地啊，一看就是一种西式的风格的商业中心连成了一片。从这边来观望一下啊。其实边上呢就开发了很多啊，相对密度还不算高的住宅区，而这个盘龙天地呢，应该就是这些住宅区一种配套的商业啊。当然，它也延伸到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慕名而来到这边来休闲的小镇。就在这个角角上呢，还有一个耶稣教堂，但不知道这是一个正式的教堂呢，还是只是一种装饰啊，和前面的那个盘龙庵遥相呼应啊，表示一种宗教信仰的多元化。又回到了这个仿古小镇里面啊，对面是一家意大利卖沙发的地方。
大概看了一下，这些小店啊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外文的名字，或者都是一些时尚的店铺。这个大概就是上海的一种氛围，一种风格啊。是啊。七公呀。这边有一家日式餐馆，座无虚席啊。原本我是想找一家河边的小店坐一坐，顺便吃一个中午餐啊，但实在是人太多啊。这边还有一个苏小柳点心店啊，还没有开张。这里呢是十字街北，往南走呢叫南市啊，这里应该叫北市。这边有个十字街的介绍。咖啡店啊，楼上也坐满了人，看来就是一位难求啊。这里看到还有很多人工的布景。前面居然还有麦当劳啊！看来这座仿古的商业小镇还是吸引了市民到这边来的热情啊！这边开了一家很大的华为专卖店。还是聚集了不少的人气。像这种啊，可以上到楼上去，但是我的小车不大方便上去，我就不上去了。在一个商业中心里面，有一种逛古镇的感觉。这边应该是一个戏台啊，很美的一个戏台。这边呢是两条河交汇的地方，按照地图上说法就是盘龙湾了啊。这个戏台虽然没有人表演，但是看上去很美。这边呢是一个小广场啊，是人气爆棚的地方。这边呢，这边好吃吗？
我把车停在这边啊，随意的走走逛逛。这是一个红色礼堂吗？这边有一些休闲的凉亭、长椅。走几步呢，就可以到河边了啊。这里应该是坐船的地方了。前面有一个烟雨廊桥，也非常美啊。一座烟雨廊桥啊，就跟我们在南浔、周庄很多地方看到那种廊桥啊一样，就是江南的这种廊桥，很美啊。这边有很多人对着这条河景在拍照。这边呢，像一个湿地公园啊，整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。我在这个盘龙天地仿古小镇里面啊，转了一圈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我推着我的小单车有点不大好意思啊，所以呢就是匆匆一瞥，稍稍有些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法在这边找到一家餐馆啊，坐下来吃餐饭，因为到处都在排队啊，我实在不愿意等了。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和家人再来仔细的走走看看啊。照理说今天并不是礼拜六，也不是礼拜天啊，但是居然会有那么多的人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商业畅旺总是一件好事。整体呢，这个小镇啊，布局还是非常的合理啊。时不时呢，会有一些小广场啊，放了很多的桌椅，让大家呢在这边可以随意的走走。
看一看啊，也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。而且呢，还造了很多的景，像这种人工的小喷泉啊。好，我现在呢，再一次回到盘龙天地的这条石板街上，从它的北区走回南区，然后呢，离开盘龙天地了。我现在行走在这条南里和北里之间的这条马路上，我还是不再回到盘龙天地里面去了，就在这条马路上呢，准备开始我的骑行，向着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啊，在附近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美国学校和英国学校，就到它的门前去转转吧。哎，对的，在哪里？过了桥之后左。前面呢是华徐公路啊，我在这边掉个头，准备呢再一次在盘龙天地中间啊穿行而过。除了那个古镇模样的商业天地呢，其实边上还是有很多配套的设施，尤其呢是大片的绿地啊，还有很多小孩子玩耍的地方。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盘龙天地啊，还是值得来看一看，并不是为了凑热闹，而是呢，它是一种比较新的模式啊，古今结合，东西结合，不失为一个时尚的组合啊。
这边呢有一个余德耀美术馆啊，也建得非常的不错。这条路呢是盘顶路。虽然是新建的一片区域啊，但是规划、布局、建设都相当不错。好，我现在呢从这个龙莲路啊，盘龙天地这个招牌右转啊，离开盘龙天地。现在呢，我骑到了盘龙路啊，这条绿化非常好的盘龙路上，它的骑行道上骑行。现在呢，我骑过了天山路啊，继续顺着盘龙路骑行。上了一座盘龙桥啊，马路对面呢就是英国学校。以蓝色作为底色的这么一座国际学校啊。我不清楚这个英国学校和美国学校选址的理由啊，在这边已经存在了多少年了？相信呢已经有些年头了吧。对面呢就是这家英国学校的操场。而我的右侧呢，围墙里面啊，像是一座西式的庄园啊，应该都是一些独立或者联排的低密度的住宅吧。所以这些外界人士呢，他们来到了中国，
他们需要发现，甚至呢可以新建一片适合他们居住，同时呢有着教育、配套医疗等等这种服务设施的区域啊。但是呢，他们往往是选择一些比较国内人觉得偏远的地方啊。然后把一块当时比较偏僻的地方呢，慢慢的就等来了发展的机遇啊，或者说呢是带动着周边这区域啊，慢慢的发展起来啊。从金光路啊转入到这条不大起眼的运乐路上来，但也是一条林荫小道。前方500米呢就是美国学校了，而这两边的这些西式的别墅啊，有点像加利福尼亚风格的这些独立的 house， 看上去环境非常优美啊，就让人感觉就是他们给自己打造了一座适合他们生活的小镇，这样的感觉啊。现在骑过金辉路啊，首先见到呢就是和睦家门诊部啊，总部在北京的一家外资的医疗门诊部。从建筑风格呢和其他的街区并没有什么差异啊，但是呢在这边你可以感觉到一些餐饮店、一些服务设施，像洗衣店之类的啊，就会让人家感觉这个地方呢与众不同。这边一看呢就是一座不太一样的小镇啊。
上海的美国学校呢就在我的眼前啊，这就是他们的大门——湘海 American School。那我就在它周围呢闲逛一圈啊，结束我今天第二段的在盘龙天地以及延伸出来的这段骑行。好，我现在呢打算就在美国学校对面的这个小商业中心呢，找一家店吃一个午餐。呀，这一个的扫码点单。好。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上面的菜单，然后扫码的话里面是有图片的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就在这一家美国学校对面的西餐店点了一份套餐。这个是他们的美女嘛，但是呢，可以在桌旁的二维码扫描点餐。一个汉堡包还有薯条，还有一杯美式的冰咖啡。店员非常贴心的切了一半以后呢，给我打包回去。好，谢谢，味道非常好。谢谢。我在的这个是。好，这是，对对对。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从这家小店吃完饭，然后呢，我就到这个附近的小商业中心里边来骑一会儿，转一转啊。原来这个商业小中心还是相当有深度的啊，里面一层层的好几栋商业大楼，围着不少的商店啊。有我们时常在别处也能看到这些品牌，
也有很多呢是西式的，还有一些呢是针对外籍人士的一些小店啊。看到有些老外做的一些汉书原作啊。边上还有一条小河，当然也有一些还在装修的店铺啊。好，我现在呢离开这个商业小中心啊，准备告别对面的美国学校，骑行回家去了。那我今天在盘龙天地到美国学校附近的这段骑行呢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